今年的台湾职篮相当热闹，不仅相继出现了2个职业联赛，还找来了魔兽、林书豪加盟，引发了热烈的回响。台湾篮球产业真的要蓬勃发展了吗？或者这只是短暂的热潮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职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从去年的魔兽到今年出的林书豪，2大 NBA 前球星加盟台湾职篮，让台湾又掀起了一波篮球热，也让许多人认为台湾的职篮要开始突飞猛进了。那其实台湾篮球运动本来就蛮兴盛的，很多统计研究都显示，篮球是台湾人最常参与的运动之一。但是台湾职业篮球产业的发展却不太顺遂，史上第一个职篮联赛撑不到5年就倒了，后来的 SBL 也由盛转衰，票房越来越惨。直到近年出现了新的职业联赛，篮球的热潮才又再度的回温。篮球运动在台湾明明那么普及，那为什么职篮会发展这么坎坷？那现在有了新的职业赛，是代表台湾篮球产业终于要稳定发展了吗？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的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篮球虽然在日治时期就传入台湾了，但是到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才真正的流行起来。因为当时呢，中国已经有很多人在打篮球，尤其在军中很盛行哦。那有很多的军方篮球队就随着政府来到了台湾，而到了台湾之后，也积极的推动篮球的活动。另外，当时的政府也想要透过运动比赛来宣扬国力，所以国防部呢就在5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扶植篮球的措施。比如新建篮球场，尤其是1951年落成的三军球场，后来就成为了台湾篮球的重要地标。另外，国防部也选拔培训了一批军中精英，组成了相当于国家队的克难队。而克难队呢，更是在1954年跟1955年夺得了世界杯第5跟第4名的辉煌战绩。那藉由这种由上而下的扶植哦，战后短短几年之内，各式各样的篮球比赛就成为了当时台湾人民的主要娱乐。比如1年1度的介寿杯，尽管在可以容纳上千人的三军球场举办，还是一票难求，连站票都很难抢。许多学者呢都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当时的篮球热潮。那在这样子的热潮之下，后来的民间企业也渐渐的兴起了培植球队的风气。1962年三军球场因故拆除哦，也似乎象征着军中球队称霸篮坛的时代渐渐迎来了尾声。但是篮球热潮并没有退却，隔年呢可以容纳12000人的中华体育馆落成，而在这个由民间出资兴建的场馆里面，竞争的队伍也有了变化。当时随着台湾经济起飞，许多企业纷纷斥资开办球队，互相比赛也孕育出了不少好手。但当时他们打的还不是职业组，而是甲组联赛，也就是说球员白天都要上班上课，所以都是晚上练球，假日比赛，水准跟职业联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因为这些比赛多半都是免费的，所以观众进场的意愿还是很高。而且70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陷入外交困境之后，反倒又推了篮球热潮一把。在中华篮协被国际篮总取消会籍，失去许多参加国际赛的机会之后， FIBA 的秘书长威廉琼斯就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授权中华篮协举办琼斯杯国际邀请赛。这对于在国际上面备受打压的台湾人来说是相当振奋的消息。所以每年到了琼斯杯，热情的球迷总会挤爆中华体育馆，让台湾的篮球风气又走向了另外一波高峰。那有了企业球队的人才培育跟琼斯杯的热度，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离出现职业联赛的日子应该不远了。只是没有想到1988年的一场大火，竟然让台湾篮球产业步入了一段黑暗期。1988年，中华体育馆发生火灾哦，被烧得半毁，各个大小比赛顿时无处可去，只好纷纷的喊停。琼斯杯也因此停办1年，让原本如日中天的篮球热被泼上了一大桶冷水。
那随着重建不了了之也迟迟没有出现适合的替代场馆，台湾篮球产业的前景就这么暗淡了下去。但与此同时呢，各大校园里面却掀起了篮球热潮。其实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年呢，教育部才仿照美国大学的联赛制度，在各级的学校陆续开办篮球联赛。其中呢，又以高中篮球联赛 HBL 发展的最成功。他们透过企业赞助商的行销策略，成功的打出了名号。后来更是跟 Nike 长期合作，培养出青少年观看篮球赛的文化，也孕育出了大量的年轻选手。那或许是看见了 HBL 的成功，到了1994年，几家台湾企业就联手推出了台湾第一个职业篮球联赛。1994年，严凯泰、陈两传等等的企业大佬共同成立了台湾首个职篮联盟 CBA。在强力的造势还有洋将的加持之下呢，职篮的元年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例行赛平均每场都有超过2000名的观众，转播收视也创下了佳绩。但是 CBA 却撑不到5年就倒了。1999年，各球队的母公司早就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财务很吃紧，结果球赛打到一半时呢，东森又因为跟 CBA 的合约纠纷，拒付4000多万的转播金最后联赛因为周转不灵中途停赛，而 CBA 也在隔年宣布倒闭。短期看来呢，东森造成的资金缺口似乎是 CBA 倒台的主因，但有篮坛人士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在于 CBA 本来就经营不善，联赛呢扩张太快又缺乏完整的规划，导致他们的成本节节升高。同时，洋将等等的外援选手比例也太高，他们多半在台湾待不久，又会压缩到本土的球星的表现空间，导致球迷们找不到认同感，所以票房跟收视率都有越来越差的状况。而在 CBA 垮台之后，台湾篮球产业也跌入了低谷。直到2003年，体委会为了力挽狂澜，推动成立了 SBL。由篮协主导经营的 SBL 呢，最初是由7支企业甲组队伍组成是一个被官方定位为半职业的联赛。但它成立的目的呢，就是要朝着职业联赛迈进。SBL 首季在 ESPN 跟 Nike 的包装行销之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前3季的票房跟收视都有显著的成长，转播金呢更从560万飙涨到了3500万。而打了几年下来呢，也陆续捧出了像是林志杰田磊、戴维斯等等，后来被称作是黄金世代的国手。但是 SBL 的荣景跟 CBA 一样，来得快去得快。根据体育社统计从2007年起 ，SBL 的票房跟收视率就在逐年的下滑，近几年的状况呢更是风雨飘摇，甚至现在 SBL 就只剩下4支队伍了。有分析认为呢 ，SBL 会式微也是因为经营上面有太多的问题，比如许多的制度呢一直没能够落实，像是主客场制度呢就被批评是有名无实，因为许多的球队光冠名城市就一直换来换去，更别提呢去经营在地球迷的认同感了。此外，还有组织不健全、制度不透明、人力不足、缺乏有效行销策略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而且随着热度往下掉 ，SBL 又面临更多的困境，赞助商跟球员纷纷出走，转播的权利金也一路下跌。不过，就在 SBL 深陷泥沼的时候呢，台湾却出现了2个全新的职业联赛。2020年呢，在黑人陈建州的主导之下，台湾睽违了20年来，迎来了第2个职篮联盟 Plus League， 在隔年呢，又冒出了第3个职篮联盟 T1。那以目前的发展来说 ，Plus League 可以说是成功扭转了先前篮球市场的颓势。2个赛季下来呢，例行赛平均满座率就超过了80%，而第2季总冠军决赛更是5场全完售，8000人的场馆座无虚席转播最高也有近17万人同时观看。分析认为呢 ，Plus League 最成功的地方是行销，先是端出了像是林志杰戴维斯等等的黄金世代，最近又找来了林书豪，借由明星的阵容持续的带动声量。而同时呢 ，Plus League 旗下的4支队伍也积极的落实主客场制，成功的吸引了在地球迷。像是以新竹体育馆为主场的工程师队呢，不仅队名玩谐音来象征新竹的科技产业，也推出了各个活动呢，深耕在地，像是派球员去各大新竹高中跟球员玩斗牛等等。那相较之下呢 ，T1 的表现就没有那么亮眼了。有人认为呢 ，T1 有着先天劣势，因为台湾篮球场馆跟专业人才有限，所以最晚起步的 T1 呢，可能常常要退而求其次，比如呢用比较差的场馆来当主场。那选手的部分呢，虽然有魔兽加盟成功引爆了话题，但也因为赛制对于洋将的规范相较于 Plus League 宽松，所以 T1 呢也被一些人贴上了洋将联盟的负面标签。2019年呢，台湾还只有 SBL 的5支球队，那现在3个联盟加起来就有14支球队。就产业面来说呢，这代表企业界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到篮坛，而就市场的综合表现来说，也确实比之前热络了不少。
因此有人认为现在正是台湾篮球市场产业化、体系化的好时机，也认为呢3个联盟之间可以良性竞争，一起把饼做大。但也有人表示，之前 CBA 跟 SBL 的人气都撑不过5年，所以现在的荣景能够维持多久还不好说。更何况3联盟同时存在，势必会瓜分球迷，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球队，也难免会有人才荒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3个联盟整并啊、缩编大概也是早晚的事情，那就看哪个联盟能够站稳脚步，并掉对手了。那有人就建议呢，一个联盟想要走得长远，除了靠行销吸引人之外，关键还是要用内容把观众给留下来。也就是说呢，要打造更好的观赛体验，包含场馆的软硬体设备啊、现场音乐跟啦啦队的气氛营造等等。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赛事本身。那比赛要精彩，就需要更多的优秀球员。而现在3联盟的球赛看点呢，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是洋将为主，但是洋将多半来来去去很难凝聚球迷的认同感，所以重点可能还是要设法去挖掘、培植更多的本土球星，完善人才库了。就我们的经验来说，台湾爱打篮球的人真的很多，我们团队当中就有人从小打到大。但记得以前呢，常常在 HBL 啊或是 UBL 看到了一些很有潜力的选手，最后可能碍于职涯的发展有限，没有去当职业球员，让我们觉得很可惜。国中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看着 HBL 欣赏我要打篮球；高中的时候呢，可以看着 UBL 欣赏我要打篮球。但是到了大学，他们可以看什么来延续这个篮球梦？是观众越来越少的半职业 SBL， 还是远在天边的 NBA 呢？所以对于国内职业联赛的发展，我们会想要支持，也希望它能够好好的发展。这除了是作为球迷想要看到更精彩的篮球赛之外，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台湾能够有一个健全的职业联赛，这些热爱篮球的人呢，至少就有一个把兴趣变成职业的可能，而所有真心想以篮球为生的人，也能够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先说到这里。如果有什么地方没有说到，也欢迎大家帮忙留言补充。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有进场看过台湾的篮球赛吗？有，我是资深球迷。以前呢有去 SBL， 现在也有看 Plus League 啊，或者是 T1。B 小时候呢有看 HBL， 但长大之后几乎就没有再看了。C 没有对台湾的篮球比赛没有什么兴趣。第其他请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职篮发展。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足球史以及体育改革的讨论。那么今天的世纪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